这个男孩每次来上课都会坐在最后一排，因为家里穷的实在连学费都交不起，所以他只能每天都跑到教室里来偷听。可没想到今天来代课的老师居然是校长，害怕校长会将自己赶出教室，男孩低着头不敢动弹。可教室里总共也就这么几个学生，校长想要不注意到他都是件很难的事。William Kamkwamba, stand up. You are stealing from the family of every remaining student in this school. You are expelled from Kachakono, and will never be allowed to study here again, or any school in this district. Collect your things and go. Mr. Fessy. Collect your things and go! 尽管男孩一再表示父亲会补交学费，校长还是无情地将他赶出了教室。但校长绝对想不到，这个曾被他拒之门外的男孩，却在不久的将来拯救了非洲几十万条生命，并且这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男孩名叫威廉，从小就生活在非洲马拉维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这里的条件非常落后，甚至连日常的供电都没有，唯一的电子设备就是这种老式的收音机。而方圆20公里的水源，就仅有这口几十米深的古井，每次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打出一丁点水来。这里的村民也基本都是靠天吃饭，有时候运气不好，甚至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可即便家里过得再苦再穷，父亲还是坚持着送威廉去学校读书，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只能窝在这片小村庄种地。然而新学期已经过了大半，家里却始终都攒不齐那拖欠的学费。被赶出学校的威廉，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向父母要钱。这时他发现村长家里竟然围满了人，就连自己的父亲也坐在其中。一打听他才得知，原来是村里来了2个木材商，他们开出高价，想要买下村里所有的树。可是雨季将至，如果把所有树木都砍光的话，那么雨水就会变成涝灾，到时候全村的庄稼也都将面临减产危机。威廉的父亲有心想要阻止这一切，奈何在金钱的诱惑下，大多数村民早已顾不得这些长远之计，纷纷选择签下了转卖合同。看着树木接二连三的倒下，威廉惋惜的同时，心里也生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晚上，他还是忍不住跟父亲提起了要学费的事，然而家里的条件就摆在那里，父亲也只好安慰威廉，说等雨季过了之后，地里长出庄稼就会给他交钱。然而这个小村庄却仿佛根本不受上苍眷顾一样，连日的暴雨丝毫就没有停下的趋势，再加上村里的树木早已被砍伐殆尽，雨水果然渐渐转变成灾，所有的农田也都全部受到了殃及。父亲拼命地想从泥土里抢救一些种子，但无情的大水却完全就不给他商量的余地。好不容易等到了暴雨消退，接连而来的又是遥遥无期的旱灾，土壤干旱的挤不出一滴水来，刚长出的庄稼也全被晒死。现在全家人就连活下去都是问题，更不用再提威廉的学费了。在残酷的现实下，威廉也只能选择向这种不公的命运妥协。然而就在这不久后的一天，一辆自行车上的车灯却引起了他的注意。车上明明没有电池，但只要一转动车轮，灯泡便会随之亮起。在惊奇的同时，威廉也注意到了车上的装置，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工作原理，但却也让他联想到前段时间自己在垃圾场捡到的一个抽水泵，如果也能像这样发电来驱动，那他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地底抽出水来。这样的话，干旱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想到这，威廉迫不及待地找到自行车的主人，也就是他曾经的数学老师。他想向对方打听关于发电机工作原理的知识，但在这方面，老师却表示自己也不是很了解，只能推荐他来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查阅一些相关的书籍。威廉在最底层找到了一本能源利用，还从中了解到了什么是风力发电，这让他设想，如果真的能够将风能转化为电能，那他绝对有信心能解决地里的干旱问题。然而还等不到他的伟大梦想实现，残酷的现实就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由于长期的干旱，导致今年的收获简直惨不忍睹，这点粮食顶多也就够一家人吃2个月，根本就撑不到1年之后的下一次收成。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拆下自家屋顶的铁皮，寻思着能拿到城里去换点粮食。可一家人好不容易走到这里，当地的粮商却突然坐地起价，原本价格只要24块的稻谷，一下子就飙到了100多块。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一向在家里颇有主见的父亲不想再坐以待毙，打算加入村民们一起前去有关部门抗议。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离开，家里同时也失去了自保的能力。这边妻女回家刚准备做饭，附近的灾民就闻着味闯了进来。面对饿得失去理智的灾民，母女俩根本就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桶面粉全被夺走。不仅如此，这种情况就好像连锁反应一样，知道这一家里还有存粮，更多的灾民也跟着闯了进来，把仓库里一切能吃的都洗劫一空。饥荒让他们彻底变成了强盗，绝望的母亲只能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好在当地政府也得知了这里的情况，运输来了少量的低价救济粮，
母亲果断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让威廉尽可能的多买一些粮食回来。可当他骑着父亲的自行车来到售粮的地点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顿时傻眼了。只见买粮的队伍乌泱泱的，一眼望不到头，根本就无法确保每个人都能分配到粮食。好在威廉早已看穿了这一点，果断放弃了继续排队，把自行车藏在小巷中之后，他跟随着人群趁乱挤了进去，这才好不容易买到了半袋的救命粮。但此时外面可还有着数以万计的灾民，威廉也不敢第一时间离开，因为他手中的这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别人塞牙缝。所幸的是有人踹开了后门，他这才得以逃脱出来。当天晚上，一家人盯着仅有的半袋粮食发呆了很久，最后还是父亲先开的口，说如果想继续活下去，那以后家里每天就只能吃一顿饭，还让几人商量着决定要吃哪一顿。母亲提议的是吃晚饭，因为她担心饿着肚子没法睡觉，但威廉却建议还是吃早饭，毕竟一日之计在于晨。然而轮到姐姐做选择时，她却生气地跑出了房间。母亲见状连忙上前询问，可姐姐埋怨道，如果不是白天父亲去参加抗议，家里的粮食也不至于被抢个精光。可话音刚落，母亲就重重给了她一个耳光。kuganiza ndinga kusiye ufe njala vichite kugula mkono kuti uje kuti udziwe ndiwe mwana wanga。第二天，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不过吃的却是午饭，餐盘里只有面团和野菜，并且每人只能掰下小小的一块。威廉还打算偷偷藏起来一点，拿来喂给家里的大黄狗，但是他这样的举动却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现在就连养活一家人都是个大问题，就更别说是还想要养狗了。晚上，威廉来到姐姐的房间，他有一次无意中撞见，知道姐姐一直和老师在交往，只是不敢向家里公开他们的恋情。威廉希望姐姐能够帮助他，要来老师自行车上的发电机，一旦他将其改装成功，就能彻底帮村里解决干旱的问题。听完威廉的话，姐姐一个人沉默了很久。第二天，她永远离开了家里，用自己的后半生和男友达成了某种交易。母亲拿着她留下的信失声痛哭，因为姐姐在信中提到，自己的离开能换来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也能够给家里人多争取一段时间。同时，姐姐还给威廉留下一件礼物，那就是她一直心心念念的发电机。有了这个核心部件，威廉立马和伙伴们开始组装配件。他们用小刀割开了塑料管，随后放在火上烘烤进行软化，将其制作成了扇叶的形状。紧接着又安装上发电机，最后再将通电的另一端连接在收音机上。这时，伙伴打开房门，让风吹进了室内。随着扇叶开始逐渐的转动，收音机也终于发出了声响。毫无疑问，他们成功了。所有人都兴奋的手舞足蹈，他们真的做到了风力发电。然而，要想解决干旱、挽救村民，这种小型的设备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制作出一个更大的才行。威廉拿着自己的小发明找到了父亲，并给他解释了即使抠掉电池，收音机也能够继续工作的原理。他想以此来说服父亲，支持他做出一个更大的发电装置。因为这个想法要想实行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拆掉父亲的自行车来当做零部件。可没想到，父亲听完却瞬间暴怒，他不相信仅靠一个玩具就能够灌溉农田，一气之下还把威廉推倒在地，甚至当面砸烂了他的发明。父亲的不理解让威廉彻底心灰意冷，从那之后，他也不得不拿起锄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可在这片土地上，一锄头下去，除了能带起阵阵尘土，怎么看都不像是能种出庄稼的样子。如果没有水源，那再大的努力也只不过是在浪费力气。村里饿死人的事件几乎每日都在上演。威廉明白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他召集了伙伴们，打算再次说服父亲。然而父亲却固执得可怕，不仅没有同意，还将所有人都打了出去。这让威廉想要拯救全村的梦想，现在也只敢在梦里想想了。不过好在不久之后，事情还是迎来了转机。母亲也听说了儿子的计划，立马将丈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人都快要饿死了，还留着个破自行车有什么用？母亲的话犹如醍醐灌顶，顿时让父亲恍然醒悟，就算再强撑下去，最后还是免不了被饿死。可明明眼前就有一个活下去的希望，自己却还可笑的舍不得一辆自行车。想通这一切的父亲连忙找到了威廉，不仅主动将自行车贡献了出来，甚至还召集来村民们帮他搭建支架。当一切准备完毕，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威廉，仿佛是把所有生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而随着山叶被风吹动，发电机也一同开启了工作，带动着地面的抽水泵，一股清澈的水流终于喷涌而出。父亲激动地把威廉抱在怀中，有了这源源不断的水源，他们绝对有信心熬过这可怕的旱灾。而事实也如他们所想的一样，没过多久，希望的种子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让几十万灾民得以度过这个难关。而这台装置也像文物一样被保护了起来。每当人们看到它，就会想起曾经有个怀揣梦想的男孩，用他所学而来的知识，带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而现实中威廉的人物原型也因这件事获得全额奖学金，继续去完成他的学业。他的事迹就如同是风一样，一次次鼓励着人们。或许吹向我们的风不一定会带来奇迹，甚至还会阻碍着我们前进，但只要我们无惧困难，勇敢向前，相信我们同样也可以在逆风的时候创造奇迹。